好，台币哇，这个狂升哦，直追日元哦，就是升的幅度哈。今年的升幅是亚洲之冠，日元原来这个一只就是说最早是300多，被我逼到升到80多哈。那后来变120几哈。但是呢，这个台币不得了哦，现在是亚洲之冠啊，寿险一个月赔1000多亿呀啊，然后呢，而且你寿险不是赔寿险的，保护也受到影响啊，保护不会受到影响吗？当然会，寿险员不赚钱，保护能够分到的这个所谓分红也好等等就少了嘛，哦，所以就出口商哦叫苦连天，就台中那边哦台中那边的这个工作母机啦、工具机啊，哦台南高雄。哦，那边很多的这个汽车零件啊，什么车灯啊，什么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哈。那29已经被打破了哈，然后呢，这个28.96哦，升了2.05角哈。那3年来台币新高哦，而且太快了，不是不能升了啊，就慢慢长城有，他现在连报价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今天报出去，你明天再升，他怎么办呢？他利润就那么一点点嘛，对不对？这个毛利就不高了，纯利更不用讲了，哦，那你这样升他怎么办？他怎么报价？所以有些出口业者现在都不接受，已经不报价了。所以呢，昨天强升2.26，哦，这个美元指数跳水，欧元、日元也带头反攻，哦，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美元指数差不多跌了10%，越南盾跌，其他几乎都涨，哦，都涨啊，新台币涨跟欧元涨得差不多哦，比其他的韩元啊、日元啊等等，新加坡啦、人民币啊，人民币涨得其实很少哦。那现在人民币它已经到了1块人民币换4块台币了哈，所以台币是升得蛮凶的哈。那另外呢，2个原因了哦，所以呢他们就离开美债的 ETF 哦。那现在呢，很多人就说是要抛售美国哦 ，Sell America 哦，那这个会让新台币汇率更高哦，所以台湾的投资人以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快的速度抛售手上的美国债券相关的 ETF 哦，所以这个很麻烦哦。那台币4、5月就升了10%嘛哦，刚刚讲12%多了哈，寿险业单月亏损1066亿，史上最惨的记录啊。那另外呢，这个机械业。所以，如果你再涨到28块，会倒掉一半。现在有些已经开始放无薪假了，接下来就可能要裁员了。那听说呢，原来呢，理工科毕业生很好找事情，所以现在也没有那么好找了。因为呢，工厂尤其相关业者、出口业者，现在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啊。业者说，40年来没有见过这种惨况，机械业已经停止接单了。就我刚讲的，无薪假也要来了。那赖清德还在搞大罢免。你到底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想到民生现在这个很辛苦，出口业者台湾就是靠出口嘛，没有出口有今天吗？对不对？出口业者现在这个真的是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工具机工会说呢，他们被景气、关税、汇率三杀，美国关税也要高啊，汇率台币升啊，景气自然会受到影响啊。说希望政府稳定汇率。而且提供金融资源，受不了啦，撑不过去了那业者不接单真的很不接单，所以机械业成为很大的苦主。大家知道，机械业对一个国家的工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做过中国就是台湾了中华民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那是全台湾最重要的一些，不管是大的这个大的。跟机械有关、生产有关的理事长、学者等等大学教授都在里面组成的学会那知道机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现在呢蛮惨的那政府不能不注意，那是国家的工业的根本国家的工业根本不是半导体很重要，但是机械是非常非常重要。半导体没有这些机械设施，它也做不出来的。我们看一下。
新台币升值气焰高涨，今天上午强涨超过2角，挺进28元，涨势成为亚币之冠，也让哈日族意外迎来了换汇的超甜价格。根据台银最新排告汇率，日元现钞卖出价今天最低见到0.2042，再次破底改写新低纪录。美元走弱，热钱涌入，出口商抛汇3大力道推动下，新台币对美元启动猛烈升势，这周迅速闯过29.5元、29.2元价位，今天更是直接突破29元整数大关，新台币汇率上午强涨超过2角，盘中最高升抵28.95元，改写2022年4月中旬以来近3年新高。杨慧，我想大家如果还记得，在今年年初，这个川普开始要祭出这个对等关税之后呢，我们大家一直很关心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哦。那他开了请这个行政院长出来开了一个让大家觉得他都还在睡的这个记者会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他展开了这所谓的下乡的跟这个企业的座谈。可是不知道他谈了几个月下来之后呢，他到底谈出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只看到他呢现在还是很积极的在大罢免这件事情。这一波的这个台币升值真的是升到亚洲之最。目前看到的数字，我们这个台币的部分已经升到12.4%都比新加坡、日韩都来得高很多。新加坡大概6.7%，韩国是8.7%，日本是8.4%。所以我可以看得到台湾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力道真的非常的快速。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委员们有出来开一个记者会那琼英委员特别提到，像在台中一带有非常多的这个工厂，其实都是这个中小企业，都是做这种机械、精密机械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工厂，他们的毛利可能都只有3到4%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升值，这个力道这么的猛，而我们的央行目前却看不到有任何相关的一个作为，确实会让大家非常的紧张。目前台币一升之后呢，大家可以想象，刚刚大家讨论很多，包含已经有一些无薪假开始来发生了那下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前面一段在讨论就是说，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税战呢，还打得如火如荼可以看到，其实不止中国，其实中国对于回应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的部分，它一直用比较这个稳健的一个步伐它对于这个美国川普这边单向的说他已经跟中国谈好，已经好几次他都出来踩比较，我自己看来是比较像是踩刹车的一个角色那不管是日本或韩国，他们像石破茂他自己也看破了这个川普的这个变来变去所以他在这个关税的这个谈判上面也是比较强硬的包含像欧盟，大家对于川普的要求都不是像大家前面讲到的一一奉上，但目前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赖总统的这个所执政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他具体的一个作为。我觉得关税都还没有谈成，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台币在这个时候不断的涨，每天都看到那个讯息跳出来，一崩29已经破到28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主，尤其是做出口的，心真的在淌血。安婷。根据分析如果我们全年台币升值10%来看的话，整体上市公司的每年度获利将下滑6到7个百分点。如果我们以金融寿险业来看的话，富邦金控的本部资金是1500多亿，如果新台币升值3%，将造成子公司富邦人寿约220亿的汇损 ，EPS 也将下降1.4元。而且这一阵子的升值最大问题是因为它来得太快，所以许多的企业来不及准备对冲或者相关避险的方案。对于大公司，它有现金流，它有避险能力，它高毛利，或者呢它的定价能力强的龙头台积电联发科它的这个汇损占比比较低，不怕。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或者我们讲产业链的下游、网通、传产包含什么窗帘成衣，对这种毛利率的冲击、营收的冲击、受损就会非常之大。理想上，或者讲在民进党的幻想当中，台币的升值似乎可能好像有机会有利于缓解贸易逆差的这个议题，对吧？因为这样子的话，那在美国的眼中，似乎也是改善一种贸易的不平等的条件，有助于弱化美国所谓的这个关税的相关议题。但可怕的就是，这根本不是一个承诺的事件
在美方看来，你不阻止台币升值，这叫你主动示好，又不是我美国要求的，根本不是一种交易的条件。所以之后到底台湾跟美国的谈判还会进展到什么地步，目前仍然是个大问号。上一段，川普呢这个满嘴开火车，在讲说啊，跟中国又签好贸易协议啦，打开中国的大门啊。白宫立刻说只是框架。大陆的商务部回应也是说双方进一步确认了框架的细节。所以所谓的签协议应该就是川普在胡说。目前川普的信用度大概全球仅高于赖清德而已了。好。那当然了，我们看大陆的商务部在最新表态，我认为他的几个关键表述他很重要，不卑不亢。他说依法审批跟符合条件的出口项目，表示什么？它不是全面开放它仍然对出口稀土这些有战略物资，它要选择性的审查，它仍然有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弹性。所以，如果美方又违反协议了，美方如果又对中方施压了，中方随时可以依法来恢复限制。而第二个，他强调说，双方要在确认细节相向而行，所以这是一个等价交换嘛，不是完全一面倒的跪，也不是完全的拒绝跟美方之间的沟通。所以从中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民进党的相关启示，就北京能够以稀土作为资源为筹码来谈判，美国最后愿意让步，台湾民进党两手空空，筹码台积电主动奉送。或者呢这个天然气主动购买，然后台币主动升值，啥也没有。所以中国大陆对等主权依法为核心，台湾方面自主矮化。那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北京打的是利益牌，对吧？一对一的直接跟你来谈有哪些的利益，哪一些的出口项目，直接来卡美国的脖子。但民进党呢，只会打忠诚牌只有忠诚，都干嘛？不讲利益，只谈立场，最后就是赔上全台湾的老百姓。就你什么都让美国，那谁都可以谈还需要你去谈吗？让阿狗阿猫都可以谈休息再回来。好，那么有一个这个新闻说捷克情报局有证实，萧美琴呢到他那时候当选还没就任吧还没就任。到捷克呢去访问的时候呢，差一点被追尾，就被从后面撞，这是中国外管策划的了那到底情况怎么样那么这是去年3月18号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到现在5月才出来呢？而且是从捷克一个小的一个网路先出来的呢？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也是每次到大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新闻跑出来。上次不是有什么王立强，澳洲传出来说他是匪谍等了一堆，对然后搞的这个影响选举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先看一下。去年3月还没宣誓就职的副总统萧美琴说得如此云淡风轻，但后来有捷克学者揭露，萧美琴3月造访捷克时，从布拉格机场搭车前往市区途中，遭一辆轿车尾随，而这辆车甚至脱序闯红灯，差点在路口发生车祸。后来发现，原来这名跟踪萧美琴的人就是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军事外交官。如今这个消息被捷克官方证实了。捷克媒体报道，尾随萧美琴的情报行动由中国大使馆军事处3名外交官执行。从萧美琴抵达机场时就已经展开监视。该媒体向捷克情报局查证后获得证实。也要再度的对捷克方表达诚挚的感谢，在副总统访问期间全力的协助，也严密专业的保护了副总统的安全。对于中国这一次这种违背了国际的规则，特别是他们的行为为国际社会带来麻烦，也制造了风险。像这样的不法行为，我方表达强烈的谴责。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我昨天看到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觉得中共的驻外的人员怎么那么愚蠢，还要去冲撞这个萧美琴可是我很快的找到了这个网站的原文，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呢，它就是在捷克的当地的一个广播电台他们的网络新闻。然后我查了那个就是维基百科，它是一个很小的电台，它在那个疫情期间的时候呢，才这个造访人次呢暴增的状况之下呢，也不过造访人次才360万次。起码在维基上面的记录是这样，而且呢，他说他们那时候呢发了很多则的新闻，他们一天发多少则新闻，大家知道吗？也只有52则。
好，然后呢，这则的新闻呢，它完全就是标题党，而且呢，我觉得它是制造出来的，是这家的网络媒体他们的网站呢得到了消息称，中共方面呢驻捷克的武官，他们准备呢对萧美琴发动一个冲撞事件，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就是武官呢跟得太紧了。从他的机场呢，这样子跟萧美琴的车跟得太紧了，然后呢闯红灯，他闯红灯呢，甚至于连发生车祸的可能性都没有而他们的这个就没有发生车祸嘛，没有说险些酿成意外也没有。然后他们的这个情报，所谓他们的这个情报局长的证实，他的讲话也不是直接证实啊，他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们这个行动并不构成此类的这个企图。事实上，这位中国武官只是为了继续跟随台湾代表团而闯了红灯但是呢，中国的情报部门呢，的确试图针对就是说受保护人的产生一些威吓的这些行为了就是有点这样的行为对他有造成了一种心理上面的影响，但行动并未超过准备阶段。所以，而是这个编辑团队的得到的讯息表明，该行为的意图是与副总统乘坐的车辆相撞。就是说，所有的消息来源也是他们拿这个东西呢来问对方的这个情报人员，对方的情报局长告诉他说没有到这个阶段啊，那他们还是继续写。我根本的怀疑第一个就是说，萧美琴呢，去年她的那个行程。他3月呢，他是先到了美国他到了美国，除了去看他的妈妈之外，然后呢还去拜访了一些的官员。之后呢，他就低调了到了捷克，然后呢之后呢要入境德国的时候被拒绝。为什么？他的行程被充分的掌握，我高度的怀疑，就是吴钊燮身边的共谍赖清德身边的共谍，把他的行程呢一五一十的透露出来了，所以中国的驻捷克的大使馆，他才有办法有能力从他在机场就尾随嘛，他搭乘什么的班机，然后什么时候的降落，然后才能够这样子的跟随第一个，第二个是。中国大陆呢，驻外面的这些的官员，他们本来就在长期的跟监我们的人的行动，我们的驻在当地国的外交官的行动也常常都被他们监视，然后他都盯着盯梢的马英九在2016年卸任了之后，到马来西亚去访问，那个中国的驻马来西亚的大使也是抗议，然后让这个马来西亚不准马英九用这个总统的头衔。但是呢，绝对没有像他们所描述，就总统府他们所描述的这么的恶劣到说是有个计划要冲撞这个萧美琴。你知道，如果说你冲撞这个萧美琴的话呢，不管你有没有造成这个风险你所引起的这个国际的风波多大，而且呢，这就是注定了，就是国民党呢就是中共同路人。国民党如果这件事情呢被他们夸大起来，萧美琴真的有一点点意外的话，国民党以后不要再选总统了，完全没有机会了。而且这个捷克的议长呢，他本来就是跟这个民进党政府的关系非常的良好，我都有点高度的怀疑这个会不会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甚至于是我们在当地的相关的人员把这个消息包装了起来，给这家的电台的这个记者，让他们去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新闻。主要时间了，就去年3月，怎么现在要大罢免，就这个时候又炒出来呢？来，玉美讲一下。其实那个像萧美琴这么重要，他去出访捷克，我们捷克在地是有代表处的，所以他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他都必须派电报报告这个外交部。所以萧美琴到底去年在捷克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这个电报一五一十都回报到国内的话，有就是有。那如果是有的话，那当下其实总统府就应该已经知道了，该抗议。该大声，去年第一时间如果已经掌握，那个时候怎么没有看到我们的府方的人员还有外交部的人员大声的抗议呢？跟中共抗议，当时并没有看到。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蛮可疑的。我认为这个外交部应该要出来再讲得更清楚，
到底去年这个萧副总统访捷克的时候，在地，因为我们有住处，一路都陪同，一定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更完整的跟国人报告。第二个，我觉得如果有对岸可以掌握到萧副总统这么清楚的行程，一定有人泄密嘛？泄密人是谁？赶快查，启动你的国安调查，好好的查，就是到底是哪一些涉及到这个事件相关的，会知道萧副总统行程的人，把这样的一个讯息透露给对岸。这件事情很不应该啊，泄密很不应该啊。那现在吴钊燮身边的这个跟着10几年这个机要，大家都高度怀疑啊，他当时把很多的重要的讯息其实都转出去了嘛。那有没有包括这件事情，也应该好好调查。现在调查权就在你这个民进党的手上啊，你现在执政嘛，所以这件事情呢也不用绘声绘影。如果真的有，那我们当然强烈的抗议谴责，不应该嘛。但是如果你是要用这个包装的方式然后就是现在又想要帮这个大罢免就是来添柴火，然后绘声绘影，然后这个整个去骚动，我觉得那这个就大可不必。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可以好好处理的。奉劝民进党不要想要用炒作的心态，然后来配合这个大罢免的步调。去年不讲，然后现在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被讲。我觉得媒体识读真的很重要因为老实讲，用捷克的一个小报，然后来讲用我们的主流，用我们的主流媒体来去大幅度的渲染。那我想问一下，去年3月份那时候的外交部长是谁？吴钊燮。谢谢。那如果是吴钊燮的话，我们都刚刚一玲姐也讲了，吴钊燮的那个主任机要就是他的何仁杰主任。那基本上他就是个共谍，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他很有可能就用传说中的五子棋 APP， 直接把这个副总统还是他有总统正副总统的外交外交行程直接给中国大陆，而且中国大陆才说这个要加钱，他给的东西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价值，那这不就全部都起来了吗？那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知道，既然前捷克的情报局，对不起，捷克的特别小报都已经讲了，那请问现任的国安秘书长吴钊燮是不是应该要负起政治责任呢？而且吴钊燮我们的副总统差点在国外，如果这样讲，我们的副总统差点在国外被人家被其他人谋杀耶，那这是你的手下、你的机要秘书、你的那个人事主任出的包，而且他把这很有可能就是他把这个机密泄露给中国大陆，所以他们才可以做这样的安排。那老实讲，那吴钊燮不只要他要负起政治责任，而且是要彻查这叫真正的彻查，而且彻查之后，我们应该要知道所有的细节，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民众会觉得说，原来我们的国安系统连捷克的小报都不如。对，而且那个我补充一个，就是说刚才玉明讲的对，吴钊燮在2014年3月那个时候呢，他有抗议哦。他抗议的是什么？因为中共抗议萧美琴去，所以他抗议这个，所以他就是出来酸说，哎，这表示我们做对了。他只有针对这一点讲，对于这个险些酿成意外的冲撞事件，一句话都没说。那奇怪，就表示说他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话，那就表示他失职啊。对啊，这是很明显的失职。你是外交部部长现在是国安会秘书长，那别人说你旁边的人是匪谍就在你身边，这句话是真的真实存在，而且他不用去大陆。他没有去过大陆，可是他就是匪谍。那我们也知道是匪谍，全台湾都知道是匪谍。那你不下台，你不负起政治责任，这算什么民主法治国家？有没有？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我就讲了，吴钊燮在他的这么重要的机要跟着他这么久，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你做一个国安的最重要核心的职位，你应该立即的停职。你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事情出来了，这是一个炒作的。在这个时机点，为什么不是在去年3月？然后现在看到我们刚才那个图片里面显示得很清楚，不是跟萧美琴的车子或者是他的随扈的车子，萧美琴车子也不是一个车子在那边开的马路上，他一定旁边有很多的车子，他那是一个政要访问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前后的保护。那后面跟的也不是跟着他这个屁股，那只不过是跟的过程当中他自己闯了红灯，那大概跟其他的车辆险些发生车祸。这种文字在这个时机点写出来，大家都知道目的。而我们看到总统府这么高调的反应，吴思瑶这么强烈的要求对岸要道歉，这是个什么样的操作？就大家很清楚嘛。那现在要倒过来问了，吴钊燮你自己对这个事情当初的怎么处理的？
然后现在来怎么去处理吴钊燮他应该有的政治责任？大概就是反正焦美琴去，那反正老共嘛，反正你知道台湾去，他们都会跟着看你到底干嘛哦。那然后呢，大概就红灯到了，他挤一怕更丢了，就闯个红灯，大概就这样子。对啊，哦，然后呢也没撞，也没出事。哦，当然我也觉得，哎呀，老共很多事情呢。我们这好不容易出去了，你就不必跟了啊！跟了又怎样呢？跟不了，他的工作他要往上报，他的工作是这样的，我可以想得出来啊，这外交官嘛。但是实际上，而且不要闯红灯了哦，就跟不上就算了，不要去闯红灯。他无所谓哎，他是使馆车无所谓的，他不用任何的，他没有任何的，他没有违规的问题，有违规问题就是了，有违规问题不会被罚了，因为罚端可以不讲，但是还是不宜的，不安全，不好，就在这回来。